萧炎操控着火海的力量，眼中闪烁着坚定之色。他知道这即便是3道神火齐出，也只是暂时与这里的极寒之气形成对抗，并无法长久抵抗这里极寒之气的侵袭。萧炎能感受到自己的神力在迅速流逝，每一次神火的跳动都像是在消耗着他体内大量神力。看着萧炎那严肃的神情，他们也清楚现在的处境，即便是这片火海能够暂时抵御这里的极寒之气，但最终他们仍需面对这片极寒水域的无情。火海中水汽蒸腾，热浪与寒气交织成一场视觉与感觉的盛宴。3道神火如蛟龙般在黑暗中舞动，它们呈现绿色、青色、混色的火芒交织出一片耀眼的火光。它们不仅仅是照亮这里的光源，更像是一位守护者，为萧炎及众人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庇护所。在这片火海的包围中，2大岛主以及卞娜和几位神斩感到了一丝的温暖，仿佛从冰封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一般。久违的舒适感让他们的面色逐渐恢复了红润，毕竟实力不到半道神领域的强者，恐怕都会被这里的极寒之气所影响。此时他们也稍稍的稳定了现在的局面。他们试图寻找通道的尽头时，却发现虽然火海照亮了四周，可四周依旧是无边无际，没有任何物体或出口的踪迹。这种空旷到极致的感觉让人不寒而栗，仿佛身处于一个被遗忘的空间，与世隔绝。萧炎眉头紧锁，心中涌起一股疑惑和不安，这里真的是通道的出口吗？为何看不见有一道出口？火海的炙热光芒在他们的脸上跳跃，投射出每一张脸上的迷茫和坚持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神火燃烧的声音和他们沉重的呼吸声在空旷的极寒水域中回荡。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，以及锐利的目光，试图地穿透这里的水域，找到那通道的出口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3道神火所形成的火海似乎也变得飘渺不定，随时都可能再次被这里的极寒之气所吞噬。众人还在寻找出口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凛冽至极的超级寒之气如无形风暴般席卷而来，瞬间侵袭了整个这片水域。3道神火化为的火海如同烈日被乌云吞没，那抹曾经耀眼的火光在这道超级寒之气的冲击下瞬间暗淡无光。这极寒气之气怎么如此之强？比起之前的更为恐怖了。萧炎心中一紧，他知道若是这寒气侵入体内，岛主前辈他们的神力恐怖难以抵御，必将顷刻间凝固，陷入冰封。在这绝境之中，萧炎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他张口一吐，又有2团神火应声而出，一黑一紫，交织成绝望中的一线生机。2道神火熊熊燃烧，释放出比先前更为炙热的气息，仿佛要将这片极寒水域化为灰烬。灭世诛心！萧炎大喊一声，2团神火如狂野的火龙，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，与那恐怖的超级寒之气激烈碰撞。火焰与寒气的碰撞，如同烈日遭遇冰霜，激起了无尽的蒸汽和声响，场面宏大而震撼。这一刻，萧炎身上的大道神力如同沸腾的火山，尽情地释放着，与那股超级寒之气抗衡，试图抵挡住恐怖的极低温。四周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只剩下萧炎的神火与超级寒之气的对决。萧炎站在波涛汹涌的水域中，他的身影在寒气的映照下显得分外坚定。在他的周身，火焰如同生物般跳跃，不断有火苗从他的皮肤中钻出，化作一道道炽热恐怖的神火。它们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光彩，每一道神火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他的身上竟然有多道神火，这2大岛主和神斩们远远观望着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他们曾经以为能掌控一道神火已经是九死一生的事情，然而萧炎却打破了他们的认知极限，他身上竟然同时燃烧着数道神火，这是何等的惊世之举？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而灵动和沐尘以及10大神斩老等人则站在萧炎的周围，他们神色凝重，全身散发出强大的力量波动，与萧炎并肩作战，为其掩护。水域之中的水流湍急，水面上的超级寒之气愈发浓重，仿佛要将一切冻结。轰！远处水域又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，一股超级寒之气如同逃离冰牢的凶兽，朝着萧炎等人狂涌而来。萧炎眉宇间闪过一丝决绝，双手合十，一股更加磅礴的神火从他体内爆发出来，如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神火仿佛得到了统一的指挥，他们集合成一股无与伦比的火焰巨龙，冲向那漫天的超级寒之气。天地间仿佛只剩下火焰与寒气的激烈碰撞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深邃黑暗的万米深底，原本一片静谧而神秘的水域，此刻却陷入了空前的动荡。2股强大到难以形容的力量在这一刻碰撞下，爆发出极其强烈而耀眼的光芒冲击波，水域被光芒冲击波撕裂，原本厚重的水幕仿佛轻纱一般被无情吞噬。这道光芒在水下的肆意横扫，像是夺目的流星划破夜空，璀璨无比。众人的身影在炙热和极寒的双重夹击下，痛苦和绝望在神识海中炸裂，所有感知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淹没，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。在这片毁灭之地，所有的生命
仿佛都陷入了永恒的沉睡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犹如风中残烛，摇曳不定，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痛苦和绝望在意识的海洋中炸裂，所有感知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淹没，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。在这片混沌与虚无中，所有的生命仿佛都陷入了永恒的沉睡，等待着下一刻命运的裁决。直到最后，当一切归于沉寂，那片曾经波澜壮阔的极寒水域，在光芒冲击波过后，也变成了一片死寂的真空地带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众人的身影在被那道耀眼的光芒吞噬后，并没有消散，仿佛经历了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旅程。当光芒消散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未知的神秘空间。这里没有天空，也没有大地，只有四周漂浮着的光点，如同星河般璀璨夺目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，还有10大神长老们，他们的呼吸凝重，虽然身披寒气，但眼中却透出一丝惊疑。空间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，即便是时间在这里都会被凝固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异常的沉重。萧炎环顾四周，只见昏暗中隐约可见神秘的符文在闪烁，他们像是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一次的冲击波导致了大家的意志有些模糊，但是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并无大碍。10大神斩老倒是消耗了大量的半道神力，但也坚持了下来。至于武神前辈，还有2大岛主和乾坤岛的几位神斩变纳，这些天位神实力的却是昏迷了过去。萧炎快步的接近昏迷的武神前辈和2大岛主他们，感受到他们微弱的呼吸和脉搏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连忙从那戒中取出一瓶丹药，为他们喂服下。灵动的目光则在空间中游移，试图寻找出口，但四周除了光点，似乎别无他物。沐尘则闭上眼睛，在尝试感应这个神秘空间的不同之处。至于10大神斩老们，则是各自闭目养神，恢复着刚刚与超级寒之气对抗时消耗的力量。整个空间内，除了萧炎轻声的低语和药瓶轻微的响声，再无其他声音。萧炎将自己所炼制的神之7品神丹给武神前辈他们服下之后，然后轻轻地在每个人的掌心注入一丝玄妙的大道神力。那股大道神力如同细流一般，在肌肤上蔓延开来，与丹药的药力相互融合。众人体内的不适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，仿佛泡在温泉之中，疲惫之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生。他们的意识逐渐的清晰起来，睁开双眼的那一刻，众人眼前展现出一片神秘的空间。这里没有一滴水，却保留着与水有关的湿润气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冰冷而清新的味道，并且四周有着悬浮着无数光点，而且布满了奇异的符文，它们在微光中闪烁，宛如未知文明的密码一般。这处神秘空间里的温度虽低，但并不刺骨，众人不由得松了口气，至少这样的环境尚可忍受。随着意识的恢复，萧炎他们的目光才开始在这方神秘空间四处打量。他们看到了神秘空间中的实质地面，触手可及的冰蓝色石壁，以及悬挂在半空中的发光体，它们像是自然形成的灯笼，散发出柔和的光线。每个人的眼中都透露出好奇和警惕，毕竟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神秘空间，不知道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萧炎环顾四周，眉头微微皱起，他能感受到这个神秘空间中蕴含的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似乎与他所修习的炎之一道有着某种联系。他轻轻地踏出一步，脚下的实质地面发出轻微的响声，回荡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。灵动和沐尘并肩而立，在这个充满未知的神秘空间中，他们环顾四周，目光在那些漂浮的光点和错综复杂的神秘符文间游移，试图捕捉到任何一丝不寻常的迹象。但是除了这些闪烁的光点和神秘的符文，他们一无所获。突然，萧炎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中不断的回荡，他每迈出一步，周围的空间似乎都会微微颤动，仿佛他的每一步都牵动着这个空间的脉搏。灵动和沐尘转头看向萧炎，他们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不明白为何萧炎会有这样的反应。萧炎微微低头，闭上眼睛，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深思的表情，他的手掌轻轻摊开，似乎在感受着那股只有他能感知到的神秘力量。空气中似乎有着细微的波动在他的掌心汇聚，那些光点和符文似乎也在他的影响下闪烁得更加剧烈。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，它很特别又很强大，像是某种不同路数的力量，在这空间中留下了痕迹。萧炎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他的眼睛缓缓睁开，透露出一丝深邃的光芒。灵动和沐尘互相对视一眼，他们的眼中满是好奇之色，更是对萧炎刚刚所说的话感到震惊。不同路数的力量，对，你们没有感受到这股力量吗？萧炎此时也带着疑惑，显然灵动和沐尘的语气是没有感知到这股神秘力量的存在。什么力量？刚刚我们打量着四周，除了那些光点和神秘符文之外，就没有任何的发现。而你说的不同路数的力量，我们可没有感知到。灵动沐尘此刻的神色微微转变，似乎这里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